大家好，我是多马小伟，今天我们来讲《一拳超人》的223话。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，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，支持 UP 主一下吧。上回说到英雄协会的地下发生了暴动，各种诡计怪人都死于了不明 LE。在一片黑暗的监狱废墟中，几个狼藉怪人正大摇大摆地说笑着。哎呀，老天有眼呐！突然来了波地震，把监狱都给震垮了。我们怪人三兄弟啊，终于得以重见天日了。说着，长舌怪打开了囚禁他们多年的牢门，被压抑着的情绪总算得到了释放。出狱之后的第一件事啊，当然是要冲到大街上大肆的破坏一番了。令三兄弟始料未及的是，门外居然汇集了一大堆的 A 级英雄，一时间啊，大眼瞪小眼，三兄弟被吓得面色惨白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关上了牢门，表示自己要回去睡觉了。那么如此大量的英雄们为什么会聚集于此呢？这还得从楼上发生的事情说起啊。在英雄协会的病房中，空气回力镖猛然惊醒，他在之前的战斗里啊，被天然水打穿了喉咙。那非常凑巧的是呢，被吹雪撞断了腿的强硬小子就住在他的隔壁床。回力镖好奇自己的声音怎么还和以前不一样了，这时出现了几个研究人员打扮的白大褂，他们表示自己是协会派来的，给回力镖做了机械化改造手术。这一段呢，是在为之后改造人片的剧情啊埋伏笔。强硬小子在一旁疯狂自吹了半天，发现根本就没有人咬他，一心纠结于要找光头报仇的他，被好基友吐槽之后啊，更是气得咬牙切齿。强硬提到那个光头实在是高深莫测啊，别看他面相猥亵，但原来一直都是在扮猪吃老虎啊。我与他的那场巅峰对决，想必你们都看到了吧？当时他居然能够瞬间移动到我背后发动偷袭，还同时撞上了我的腿和背部，那种强烈的冲击感，那简直就像是被泥头车撞飞了一样啊！你他妈有病是吧？你就是被车给撞了呀！都教你打架的时候不要戴耳机了。两个好基友无奈的打断了强硬的幻想，后者由于脑子被撞坏了，还把光头想象成了龙卷那样的强者。我靠，这超长的脑袋，龙卷你还是庞克贝加是吧？看来啊，强硬已经神志不清，穿越到隔壁漫画去了。他还是固执的沉浸在要向光头复仇的幻想中。好基友们都投来了嫌弃的眼神。在离开前啊，他们聊到了刚才发生的地震，据说好像是怪人收容所已经失控了。哇，太好了，终于说回到正题了。强硬小子做梦也想不到啊，他那个所谓的强者光头，以及朋友口中瞬间就能将他杀死的站立的龙卷。两个人啊，现在正处于病房的正下方，展开一场超绝激烈的对峙啊！这两人都想让对方听从自己的命令，谁也不肯退让半分。暴脾气的龙卷率先发难，他一记死亡凝视将光头打得腾空而起，背后的墙壁也被扩散出的后劲真的是粉碎。不料这招对光头那是屁用都没有啊，甚至不能撼动他抓住龙卷的手臂。光头呢还面无表情的嘲讽道：“哦，之前你就是用这招把杰洛斯给打飞的呀？我感觉跟吹雪的实力也差不了太多嘛。”龙卷一听人都麻了，吹雪急得在旁边大叫：“不要啊，奇女的姐姐她是小孩子脾气，你可千万不要刺激她呀！”但这时说什么都为时已晚了，不堪受辱的龙卷愤怒地爆发出了惊人的念动力，背后的墙壁瞬间就被拧成了麻花。这招的劲力之强大，连地表外数公里的土地也惨遭波及。我靠，龙卷你搁这儿戳螺旋丸是吧？但更离谱的是，如此巨大的能量仍然无法撼动光头半分，他只是站在原地像被电疗了一样疯狂的抖动个不停。感觉好奇妙啊，这肌肉都不受控制的在颤抖呢。龙卷和吹雪人都看傻了，这还是第一次啊，有人单凭肉体就硬扛住了龙卷的攻击啊！此时龙卷终于有点回忆起来了，之前打波罗斯的时候好像就和光头见过面啊。他眼看光头不好对付，就转移话题质问光头：“
你为什么要插手我的家事？难道你也是吹雪的小弟吗？光头一听就急眼了，他大声叫住吹雪，让他赶快带人去避难。龙卷在一旁是越听越气啊！哟，我还不知道呢，原来你和我妹妹这么熟啊，把她招呼得明明白白的，看来不是吹雪族的小弟啊。那么你到底是吹雪的什么人呢？看龙卷有点嫉妒的表情啊，他该不会以为光头是他的妹夫吧？可光头左思右想，一副很为难的样子，说道：“不好说呀，但我们不是朋友啊，伙伴也不算吧，朋友的朋友估计也是算不上，充其量只能算是个认识的人吧。”啊，你说什么？吹雪啊，当场犹如被万箭穿心。自以为并肩战斗了这么久的生死伙伴，如今自己却是热脸贴了冷屁股啊！吹雪整个人都感觉灰暗了下来。骗人的啊！原来青滩老师漫画里讲的都是骗人的啊！我和光头的关系就和路人一样相差无几嘛，我连火锅组的人都算不上了吗？反而龙卷对这个答案倒是若有所思。吼吼，只是个不认识的人都值得你如此的拼命吗？或许是龙卷觉得光头的行为过于伪善吧，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种程度对光头来说完全就没有在拼命啊？下一秒，龙卷突然表示，接下来啊，就给你来个特别测验吧，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资格配得上我们家的吹雪啊！咦，这什么情况？果然刚才是我理解错误了吗？龙卷这不还是以为光头是自己的妹夫啊？吹雪和光头都被搞得晕头转向，后者正想抱怨这一切都是吹雪在单相思啊，结果龙卷瞬间又爆发出了更强的 AT 立场，地下室里的空间开始变得扭曲，整栋协会大厦都颤抖了起来。正在楼上聚会的有钱人士吓得痛骂金属骑士：“你他妈的这搞的什么豆腐渣工程啊！”而其余的 A 级英雄也接到了通知，被要求赶往地下紧急支援。在这场龙卷和光头的对峙中啊，四周围的废墟瓦砾、怪人尸体还有逃难的人们全部都乱作一团啊！光头眼看再这样下去，其他人恐怕是性命难保啊！而龙卷反倒是越打越起劲啊，像个玩疯了的小孩一样，完全不听别人的劝解。光头终于是忍不了了，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抱住了龙卷。这亲密的肢体接触来得太快，大龄单身女青年龙卷小姐一时间竟然没有反应过来呀！她被光头轻轻地贴在胸口，内心中却好似有什么不可名状的东西被压扁了一样。就这样，光头抱着龙卷一个弹射起步，径直冲出了协会大楼。在半空中，光头对着龙卷喊出了那句惊世骇俗的名言：“既然你这么想干架的话，那我们就到外面去干。”看着房顶被光头冲开的层层破洞啊，吹雪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这时前来救援的 A 级英雄们也正好顺着断层跳了下来。那么在这之后啊，就是脍炙人口的怪人三兄弟的故事了。本话结束。